是。 假的，真君，这占宝是假的。我儿他从小涂魔，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童儿，你相信你哥哥，他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去跟他们说，你哥哥他绝不会入魔的，这是假的，假的。神尊。 神尊，你已入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这么多天兵天将。我元正死不足惜，我只求神尊可以替我照顾好袁家老少。我妹妹袁董，她年纪还小。 我绝不能留你，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家族，惊人之事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母亲，老夫人。 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，便决定担此罪，保你袁家。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，将自己逼上了绝路。青瑶医官，此事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 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他怎么样了？青瑶医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灵犀到底伤得如何？外伤虽多，但没有大碍，细心调理即可。可这内伤就麻烦了。洗仙池的水，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的。
他在里面泡了一夜，伤了根本。若是调理不好，这辈子怕是只能止步地仙，再无晋升的可能了。有劳了，医官。神尊客气了。灵犀是我自家妹妹，别人可以不管她，我却是要管的。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属下告退。小仙告退。啊，我送你。13仙子留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送也行。嗯。青瑶医官，我送你啊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他。哎，这里是浮云殿，有13、花烟，还有我师兄照顾他呢。放心吧。云峰上神是不允许我留在浮云殿吗？若是这样，我可以带我师妹回桃林休养。哎，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哎，很重要的事情。嗯。哎，13仙子，我自己能走，你不用送我。我送你。哎，我就送你，怎么了？哎，开阳兄弟，我记得你有事情找我。绝无此事，你一定是记错了。哎，你们继续。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，青瑶医官。哎，青瑶医官，我有病，我要看病。青瑶医官，司命，我也有病，我病得更严重。青瑶，等等我。云峰上神。神尊还在里边，你要不要找他老人家试试？过来。哎呀，青瑶医官，请留步。上神有何指教？指教谈不上，只是不忍见你就这么满是怨气的离去。上神有话不如直说。好，那我便说了。可能你以前听说过关于我的很多不实谣言，但是那都不是真正的我。还好，现在还有时间。还好，我还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。还好，我还可以让你看到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。就拿这次的事情来说吧，今天我看到你心有怨气，灵犀的事，我师兄也。青瑶，今日在功德殿外，你明明看见我被人欺负，为什么不救我？我救了呀，我去报信儿了。报信儿？那是男人该做的事儿吗？你都打不过他们，我就更打不过了。这不报信儿如何救你啊？我若看见你被人欺负，我定会想也不想立刻出手。这做人做事得讲求方法策略，这明知道打不过还要打，那不是傻吗？那不是傻，那是因为喜欢。以前你不是这么对我的。当年如我有难，你必定想也不想立刻出手。我知道，你不接受我，除了因为我以前是男娇让你心有别扭，更多的你是怕遭人耻笑。其实不仅仅是你，想必旁人也是如此。就因为这样，我们鲛人一族大多都只能族内通婚。
男娇还好，像我这样的女娇，要想在外族寻求一段美满的婚姻，简直是难如登天。这就是命，我早该认命的。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当真？你并没有瞧不起我？当然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就？主要是我们不合适。哪里不合适？我们哪儿都不合适。你说出一条。我们身高不合适。我们每次并肩同行，我的压力都很大。每次我跟你说话，我都仰着头，我很累的。都是借口。你就因为我以前是男娇，可是我都说了，我现在是女娇。这不是男女就合适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为什么不喜欢云峰上神呢？他也是男的呀。他是个花心大萝卜。那开阳，我跟他一起桶里洗过澡。韩章呢？哎呀，他娘们唧唧的。那倒是。不过我承认，你比他还娘们儿。但是我就是是感觉。对，是感觉。感觉不对，人就不对。十三，我对你就是没有那份感觉。其实，我们还是可以做回朋友的，像以前一样，把酒当歌，毫无顾忌。你还能做到吗？应该能吧。这一切都是命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化为女娇，第一次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就是个女人，想必就没有今天的种种了。可是又怎么可能？如果没有遇见你，我又怎么可能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？我自幼无父无母，一个人在大海里长大，从小就被别人欺负。有幸认识神尊以后，我就特别想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我性格粗犷，大多都是因为开阳、韩章那些家伙的影响。你是不知道，在军中，如果不硬气一点，真的会被欺负。我刚进军营的时候，就因为我是个娇人的原因，所以常常被他们欺负。13，和你分开以后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慢慢的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他们跟我说，如果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话，是不会变的。思明，我想，我应该就是特别喜欢你。我跟你说这些干嘛？你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想太多。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呗。我以后不会再纠缠你了。是。思明，我还有一事相求，希望你能帮忙。你说。我虽已是女儿身，但我却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女人。
你司管凡人命数，必定见多识广。如果有机会，你带我去瞧瞧，那凡间的女子到底是如何的。我当是什么事呢？这有何难？你可以随时去司命殿查看。只是不要再像过去那般对我了。不会了，你多虑了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……我想一个人静静。那我走了。我真走了。司命，司命，你还在吗？司命，你走了吗？臭司命，还真是说走就走，给我等着！禀告神尊，东海杜宇求见。正殿候着。是。杜宇见过神尊。何事？请神尊出手，救救袁统，救救袁家。自袁家男子战死幽都山后，袁家全靠袁统一个人支撑。为保家族荣耀，他已经背负的太多了。若待天君下令，昨日的烈夷一族便是明日的袁家。请神尊看在袁征将军的份上，救救他们吧。本尊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。是。当年的事，你与袁统早已知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神尊刚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统就拿着袁征的家书想说明一切，为你恢复名誉。是小仙拦住了他，是小仙自私，想着以神尊的功绩地位是可以扛过去的。可袁家……神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仙的错，请你大发慈悲，再救袁家一次吧。你之前宁愿被禁足受审，也不愿吐露实情，不就是想保护袁家吗？
事到如今，能救袁家的，就只有你了。不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这么珍贵啊！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，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。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还有，神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
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，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。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座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谢神尊。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灵犀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犀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哦。什么人啊？都说让你住手啦！到底什么人啊？藏头露尾，宵小之辈，给我出来！谁藏头露尾啦？我不就站在你面前吗？啊？装神弄鬼！
刚刚是你在说话？当然是我。我掉头发了，我又掉头发了。你是一株花咬精？是啊，你没见过？确实不太常见。不要再拔我头发了，我是个女仙，没有头发会很丑的。我都快被你们拔成秃子了。算了，反正都掉了，送给你吧。花疗是酿酒的圣品，你这么大一颗，明目张胆的生在这儿，没有被别人整颗拿去酿酒，已经是造化了。什么？你既已得道成仙，就该有点仙人的样子。不说保持人形，起码应该寻个洞府什么的，怎么还能以药材的样子随便待在路边？洞府？什么是洞府啊？算了，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跟我去桃林啊！你在那儿可以好好修炼，不用担心一觉醒来被别人扔到酒罐子里面去了。那我跟你走，就不会有人再拔我头发啦？不会。回家喽！走晚一点啦。知道了啊。这是正阳香，取正阳之火炼制而成。它气质清雅，蕴含温阳之气，常燃殿中，可减神尊寒疾之苦。多谢。分内之事。青瑶医官，本座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医官点拨。上神请讲。敢问医官，我师兄服此药也有些时日，为何寒疾反复发作呢？冰冻3尺，非一日之寒。神尊长眠长生还5万余年，所受寒气之重，不是区区几瓶丹药就能化解得了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青瑶医官，冰雪聪明，法术高强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吧？神尊自服药以来，难道不曾见任何好转？的确见轻，但每到午夜时分，寒气仍难自控。寒疾反复，实属不该。神尊可有听我的叮嘱，未再妄动法力？妄动法力？神尊体内的寒气早已侵蚀4肢百骸，我药王洞所备丹药，讲究的是徐徐图之，固本培元。一旦神尊动了法力，极寒之气随法力游走全身，再强的药力也会被法力冲散，又何谈效果？青瑶医官，修习到我师兄这个份上，早已是言出如法随，一言一行皆有无形法力，出门行走更是瞬息千里，怎么可能不动丝毫法力呢？那就不是青瑶一个小小医官能左右得了的了。神尊自己的身体还得靠自己照料，若真的难以自控，倒是可以用9灵之术封了你一身仙法，像个凡人一般过个30-50年，可能也就不药自愈了吧。这个方法倒是不错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若是没有别的事，小仙先告退了。不送。师兄，大事不好了！我陷入了刻骨铭心的爱恋之中，已是泥足深陷，无法自拔了。我有个计划，师兄，你帮我听一下。
师兄。三杯两盏，树影上心头，泪清风上后。三言两语将时光倒流，一瞬间看透。一场欢喜一场空，可念不可求，满心无人懂，爱不知可否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疑。欢愉在今夕，宴晚即良时。努力爱春华，莫忘欢乐时。若情的是情的猜测，人死当是否？一朝不舍，一生难得，为你当复来归，死当长相思。九臣拜见天君。九臣，你的身体如何了？你那寒疾治得如何？已无大碍，多谢天君挂心。起来吧。列位仙家，如何处置元征彝族一事，大家可曾商议出了对策？启禀天君，臣以为此事无需在意，按照以往处置便是。按以往处置，剃去仙骨，逐出天族，永脱仙籍，让他们自生自灭罢了。天君，启禀天君，元征虽有过错，但是毕竟曾建功于我天族，更何况袁同将军数万年来兢兢业业，有功无过，只因其兄一人的过错便惩处一族，实在不该，还请天君法外开恩。不该？什么时候起，魔之一物变得如此无足轻重了？哈，他入了魔，是他10万天兵天将给他陪葬。杜一上仙，你要不要去问问那10万亡灵，他们的死该还是不该？天地有序，万物有道，皆因有法可依。我天族乃统御6界之首，如果天族的律法朝令夕改，那么天君还如何掌管6界？说得好。如果本座没有听错的话，战神是同意本座说的话了。怎么，战神也觉得应该严惩袁家吗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真君统领天宫战部多年，治军严厉，九臣佩服。元征乃天族战将，心智不坚，被魔所惑，残害同胞，此乃大罪，无可辩驳。
天君，九臣身为司战之神，肩负除魔卫道、护卫六界之责，却没能及时发现自己身边战部的异常，已酿成大祸。幽都山之役是我之过，请天君降罪。人孰能无过？当年你能够及时的发现异常，在幽都山封印魔君，已是难得。九臣，你在长生海已沉睡了5万年，不必如此。凡人常说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身为远征统帅，理应为自己的战将负责。而且，当年幽都山内那入了魔的10万天兵天将，皆由我亲手所杀。我一身杀孽，便是再在长生海泡上5万年，也是无法洗清。罪与罚，皆在我一身，还请天君降罪于我。九臣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袁家已无男丁，袁同在知真相后，深感愧对天族，已然自废5万年修为，辞去天宫战将一职，愿从南天门守门天兵做起，以赎元征之罪。还请天君网开一面。罢了，你既执意如此，白山，小仙在，传令四海，天族战神九臣，治军不严，御下无方，导致生乱。先令九臣前往紫云台领7道雷刑，众卿官刑，不得徇私。领法旨。另外，念在袁氏一族已无男丁，而袁同诚意悔改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叩谢天君。袁同，神尊去了紫云台，带你袁家守法。源头，神尊。
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打起雷来了！怎么好端端的打起雷来了？这天宫也下雨吗？这是紫云台那边传过来的，8成是哪个倒霉蛋正在受罚呢。天哪，这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？什么人扛得住这样的雷刑？7道天雷，这哪里是受罚？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！神尊呢？神尊去哪儿了？大殿议事呢？神尊，兄，神尊！怎么办啊？青阳医官，我师兄如何了？神尊法力高强，以神力扛住7道雷击之刑，但动用了大量神力，导致寒疾复发，来势汹汹。我别无他法，只好先封了神尊的神力。啊！你封了我师兄的神力？不然呢？小仙曾多次劝诫神尊不要妄动仙法，可神尊置若罔闻，还用神力去对抗雷刑。不封了神尊的神力，难道要送他回长生海？再造一座冰宫吗？哎呀，青瑶医官，神尊到底情况如何呀？天君那边还等着消息呢。小仙以90之数暂封神尊7期49日的神力，可暂保他无恙。时日一到，仙术自解。也就是说，这段时日神尊神力全无。正是。那神尊日后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，在这49日内安心调养，好好吃药，应该无碍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青瑶医官，我师兄神力被封了之后，这日常上可有什么不适吗？上神既然这么担心，自己常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哦。诸位，神尊乃是天族战神，如今暂时神力，唯恐宵小之辈趁机作祟，还请诸位谨言慎行。我等知晓轻重。神尊，灵犀都快要吓死了，你以后不要这样了。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
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落花一侧，惆怅两处隔，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痛马倾盆而下，让月化作浪花去拍打。不敢沉默，你似生且过，漂泊于心的水波，为你洗彻一生的苦涩。随你笑呵，随你翻唱歌，不恨此花费尽恩怨为何？你看池月淡淡，任凭海水倒换，也渲染。梦的两端，你向我走来，月光洒满无尽海，愿你入怀，安心的澎湃。站住！13啊，你又要进去干嘛呀？这神尊昏睡多日了，我打盆水给他擦擦身子啊。你给我师兄擦身子？对啊。哎呀，怕什么呀？那以前我们在军营不都是一个桶里洗澡的吗？13呀，如今你已经是女儿身了，不要总提以前那些事情了。再说了，灵犀在里面，你就不要进去伺候了，把水端下去吧。啊，去吧。司命，云峰上神，神尊还睡着呢。我刚刚进去，他睡得可香呢。怎会昏睡这么久？司命，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些是凡人用的药品。神尊失了神力，天宫的补药药性太重，我怕他承受不住。切记，这些时日神尊就是一个凡人，怕风怕凉，身体虚弱，一定要勤加看顾。天宫虽然没有猛禽凶兽，但像小青鸾、逐日鸟这样的飞禽，到底是未开灵智，一定要看紧神尊，别让他被鸟雀所伤。那鸟雀还能伤得了我们家神尊？他也不怕崩了他的牙？给我吧，我先下去了。不应该呀，应该早就醒了，怎会睡这么久？神尊，你终于醒了。本尊睡了多久？神尊，你已经睡了7天7夜了。是谁用9灵之术封了本尊的神力？神尊，请息怒，是我师姐。好大的胆子！神尊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师姐，她也是一番好意。神尊受了雷击之刑，寒疾复发，若不暂封神力的话，恐怕……罢了，
请神尊用茶。青瑶医官可有交代过，封了神力之后会有什么不适？师姐说，神尊暂失神力，就不能正常吞吐天宫的仙气了。虽是上神之躯，却与凡人无异，会渴，会饿，会异常疲惫，需要睡眠养神。本尊问的不是这个，本尊指的是会不会头晕、气闷、无力，好像中毒一样。这个师姐好像没有提过。神尊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，神尊？本尊是中毒了。怎么可能？除了我们几个，根本无人知道神尊失了神力。那云峰上神也是亲自在这浮云殿外镇守，这寝殿内小仙一直在此，寸步未离。神尊，你说，到底谁会有如此大的胆子，敢对神尊下毒啊？你说本尊睡了7天7夜？是。这7天之内，你可有开过门窗？没有。这门窗若是开了，这殿内好不容易积攒的热气，岂不是都要跑出去了？神尊，你放心，小仙知道神尊畏寒，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啊？那你知道火炉密室燃烧是会中毒的？有吗？可我们不是神仙吗？本尊被封了神力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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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神尊，开窗，转。神尊，这里的云雾太大了，湿气重，以你现在的身体，不宜久坐，容易风湿。茶。青瑶，你是从浮云殿回来的吗？对啊。那你见到神尊了吗？见到了。神尊怎么样啊？没有大碍。没有大碍，前些天你就这么说。玉离仙君，听说战神前不久收了一个小仙娥入殿，不是说那是谣言吗？空穴来风也未必无因。战神向来不苟言笑，像这种消息，过去又如何有过？听说呀，战神这次恢复声誉也与那小仙有关呐。还有这事儿？战神向来重恩，听说啊，那下界小仙模样还不错呢，没准战神这次真的是动了心啊。哎，那可有福气了，一步登天呢。哼！你是小仙灵犀，见过仙君。请问仙君，你是来找我家神尊的吗？果然是你啊！
上次宴会匆匆一面，只当你是个普通的小仙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！看来本仙子还真是看走了眼呢。玉离元君，灵犀，你就是那个生在桃林，修习5万年至今仍是地仙，可真没长进。你的生父乐伯曾掌管药王洞，后因醉酒误事被逐出了天宫。玉离元君，你到底有何事啊？你若无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着什么急啊？青瑶是你的师姐，你还有一个整日到处寻衅打架的狐狸师弟，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母族，连生母是谁你都不知道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本仙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那仙君就在这里慢慢说吧，小仙可没兴趣听。修为不高，脾气倒是不小啊。好吧，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让你明白，你呢，除了在浮云殿做仙娥以外，再也不可能与神尊有别的什么关系。所以不要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的人是你吧？对啊，就是我呀。我长得比你美，修为比你高，我可以，你就不可以。好了，我现在就要去见神尊了。神尊，药王洞玉离求见。进来吧。灵犀，进来吧。神尊，这九龙神火罩是当年祝融火神以炙炎神珠打造，上刻九龙凝炎仙阵，又经地火淬烧了3万余年而成。父亲说，这对神尊的寒疾有所帮助。药王有心了。灵犀，把东西收好。是。父亲还说，前阵子他外出云游，耽误了神尊进药，内心十分不安。好在我们药王洞青瑶医官还算尽职，不然还真是犯了大罪过了。药王言重了。其实玉离的医术不比青瑶医官差，以后神尊若是不嫌弃的话，玉离可以。青瑶医官很好，多谢仙子。本尊最近身体不适，仙子你可以退下来。灵犀，代本尊送客。是。玉离元君，请吧。那玉离改日再来探望神尊，玉离告退。小仙送玉离元君。不用你送了，这儿我比你熟。那正好。元君慢走啊。
好像睡着了。我怎么睡着了？神尊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刚刚。凡人怎么那么爱睡觉？不只是凡人爱睡觉，神仙更爱睡觉。我爹每次一喝醉就睡上个3、5年的。这世上不爱睡觉、整日修炼的，恐怕就只有神尊你了。你不用待在这儿了。小仙多嘴了。你把这带走吧。这个是药王给神尊你的。你个性懒散，每天都在睡觉，所以修为才那么差。此物属火，对你丹鸟一族大有裨益。你把它留着吧。谢神尊。小仙告退了。全族被奸人所害，小人愿追随魔君，肝脑涂地，百死不悔。你追随本君？小人愿意为魔君解除桎梏。旧臣耗尽神力将本君封印在此，险些搭上自己的性命，就凭你也敢妄言助本君挣脱桎梏？小人当然没有那个实力，但小人可以解开福灵院，召唤幽冥之门，那是神魔两界的通道。幽冥开，亿万魔兵会聚集麾下，那个时候，魔君就再也不用怕那些虚伪的众神天族了。你是烈夷的儿子。是。好。
叫黑痴来见。属下已等候多时。黑痴拜见恩主。去，找一名5万年前生在幽都山的女孩，她身负神魔之力，正是魔君所需之人。属下遵命。国师，仲浩果然没死，他入了魔。入了魔？他还是走上了这条路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国师，他去了汉山族寻找助力，并且已经获得了魔刀。虽然魔刀是残缺的，威力还不大清楚，但是却不容小觑。如今想要擒他的话，恐怕要费一番功夫了。他还不配得到魔君的真传。他既然得到了魔刀，想必魔君有事情要他办。据说他在帮魔君寻找5万年前出生在幽都山的孩子。国师，会不会是5万年前？当年魔君和战神大战，难道她是国主的女儿？仙翁，我的孩子是生是死？生。魔幻，我们的孩子还活着，我一定会找到他。国主，国主，你要想开些。虽然还未找到公主，但得知公主尚且活着，这也是难得的好消息呀。国主总会有和公主见面的机会的。况且莫欢又是丹鸟一族人，现如今丹鸟族极为稀少，像这种特殊的血脉是容易找到的。但愿吧。
阁下可是乐伯？正是，不知您是？山灵族灵月。原来是山灵国主，有失远迎，失礼了。不必多礼。不知山灵国主此次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早就该来的。不知乐伯可识得此物？这是莫欢师弟的敲啊！灵月，见过师兄。莫欢是我夫婿，我与他情投意合，私定终身。可怎奈我父亲莫欢已经死了5万年了。你说什么？大仇我已报，只是这些年我过得浑浑噩噩，不愿再提往事，竟忘了来告诉你。灵月，失礼。